比较新的一个项目，叫老人房。这老人房怎么回事呢？中国没有的，没有这种套路的，只有东京有。东京就是这些老人啊，大概率就是75岁以后呢，他们都想把自己的房子处理掉。为什么不留给子女呢？这个就是文化的问题了。东京的老人认为自己75岁以后，一旦哪一天突然去世了，让子女过来处理自己的遗产呢，是给别人添麻烦的。所以呢，他们就把这个房子呢，以一个很低的价格就卖掉了。那我呢，正好接触到这个业务了。那么我从前段时间开始呢，就花比较大的精力，就开始收这个老人房。老人的房子收下来呢，它有一个特征，就是它用很便宜的价格卖给你，但是它却以一个市场价格跟你租回去，而且呢，它要求你让他一直住到他去世为止。因为我搞房地产搞了将近20年了，我认为这就解决了我们房地产投资当中的最难的一个难点。第一，如何低价买入；第二，如何有高的投资回报率；第三，如何中间不断；第三个是最难的，中间不断是最难的。但是呢，我没想到我在东京呢能找到这么一个业态。因为一旦老人离世以后，你抛到市场上，你就能恢复市场价嘛。老人房其实你买进的时候，大概率老人在里面都住过20-30年了。那您也知道，在东京的房产都是金融属性偏弱，消费属性比较强的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个房子哪怕是按照市场价买进，它的建物的部分跟土地的部分，就是一套房子，房地产分为房产跟地产嘛。那么在东京呢，它称之为叫建物和土地。建物就是房产，土地就是土地。那它的价格是切开来的，房子是房子，土地是土地。虽然最后是抱在一起的一个价格，但事实上它里面的价格是切开的。中国是不切开的啊，东京是切开的。那么其实我们买进的时候，即便以原价买进，几乎房子的已经折旧完了。超过15年的房子，房的部分就已经很少了，绝大部分都是地的部分。也就是说，地的部分是不折旧的，每年还在涨，而房的部分是每年折旧的。那么所以我们买进的时候，几乎就是相当于买了块地。你没有买房，你相当于买了块地。理论上来讲，你不用担心关于这个房子折旧的这个问题。所以这是第一个逻辑。第二个逻辑呢，我们呢就是看这个年化回报呢，我们是看2个数据。第一个数据呢，就是当下我们买进到我们收房租，这个中间做除法的话，我们的年化收益能达到多少？一般5%到8%之间都是比较常见的。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？这个房租不是老头老太付给你的，是这个中间有一家叫保证会社，是保证会社付给你的。而且这个保证会社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每周会给老人打一个电话，确保他在世。因为东京有一个要求嘛，就是所谓7天之内发现的过世、自然死亡7天之内发现的都不算事故房。如果你7天以后再发现，那就变成事故房了。所以呢，他们也要防止这个房子变成事故房。那么这个保证会社呢，相当于是一个保险公司，其实。那么这个保险公司呢，在老人过世以后呢，也会给你赔一笔钱，这笔钱呢就足够用来找相关的从业者呢，帮你清理遗物、打扫卫生，方方面面的把这个房子全部清出来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做改造了。我的主业是改造嘛。那么这种房子呢，你要在卖出去的时候呢，你肯定要改造一下，就重新装修一下。所以呢，这个老人房呢，也是我目前的一种活法在别人看起来呢是 bug， 在我看来呢就是优势，就是它的周期特别长。因为老人今年75，他活到85、95的概率是很正常的。我本身就希望10年、20年都稳定了，我不希望有变化，我也不希望中间再去找租客。所以呢，这个老人房的好处呢是进来其实是已经自带租约了，然后呢，这个租约呢是不会断的。一旦有一天你听到这个租约断了，你中奖了。当然，
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一直觉得这里面有一点点负能量哈，就是说你不能期盼别人离世吧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就心态就好一点，就是说也希望老人家能够健健康康的。那我们呢，反正也就是稳定收租，正常情况下年化都是超过10的。那年化能超过10的项目，而且又是这种房地产项目，我认为还是比较稳的，就它至少在这种本金灭失的这种风险上面它就不存在嘛。